俄战略轰炸机刚调回前线，即遭乌防空导弹击落。乌军无人机捣毁莫斯科导弹工厂。俄前交通部长被解职，随即暴毙。乌克兰成立志愿防空队。F-16双编队出击，俄军苏美前线溃逃。局势恶化，俄军双线合围红军村。乌军收复第聂伯罗西部。俄侦术导弹再次发射失败。阿塞拜疆派雇佣兵入乌对俄作战。俄紧急增兵高加索，以军展开黑旗行动，出动15架 F-15奔袭打击胡塞根据地。精彩资讯马上开始。火力军看到了什么？昨天卫星图像刚显示俄军正将图95调回前线，今天就有消息说乌军击落了一架俄军战略轰炸机，这是怎么回事？麦氏新闻援引空中检测频道的消息称，俄军一架战略轰炸机在执行对乌克兰城区轰炸任务时被乌军击落。有趣的是，该消息并未得到基辅方面的确认，反倒是一些俄军事博主声称乌军用防空导弹将其击落。怎么已经对自家战机这么不自信了吗？自蛛网行动过后，俄空天军就将飞机不断后移，部署到俄深处的空军基地，有的甚至被迫修建了混凝土掩体进行防护。但这2天因为美军原意是俄空天军认为可以拿捏乌克兰了，就把停放在后方的轰炸机调往前线，重新开始了对基辅和哈尔科夫等地的疯狂空袭。但谁能想到刚调回来就被击落，俄空天军直呼我被下套了。如果该消息得到证实，那这架俄军轰炸机应该是受到干扰，飞得非常低而被击落。接下来火力军将实时跟进此事，以确定该消息的真实性和这款轰炸机的型号。另一方面，乌军无人机群则在昨夜和今日凌晨时分再次攻击了莫斯科地区。据悉，距莫斯科中心区域仅88公里的克拉斯诺扎沃茨克遇袭，当地作为俄军导弹提供引擎和固体燃料的化工厂被击中。流出的画面显示，乌军使用的是新型的 FP-1 无人机，袭击导致俄工厂车间飘起了黑烟。不久前，距离莫斯科仅15公里的谢尔吉耶夫也遭到了空袭，目标同样是为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提供部件的化工厂。这说明乌军的行动越来越具有针对性。从7月开始，他们几乎是天天在袭击莫斯科，甚至在24小时前，莫斯科的各大机场还陷入大停摆，数百架航班被迫取消，大量乘客滞留在机场，其损失已超过200亿卢布。值得注意的是，乌军发射的无人机威力越来越大，数量也更多，特别是对莫斯科的空袭。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表示，俄防空系统击落了6架接近首都的无人机，但俄前交通部长罗曼·斯塔罗沃伊特因为上述袭击事件和蛛网行动被普京辞职，成了替罪羊。结果刚被解职，就被发现暴毙在自己车内。据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发言人斯维特拉娜·佩特连科7月7日表示，经调查人员证实，斯塔罗沃伊特的尸体在莫斯科州奥金佐沃区的私人车辆中被发现。他说，罗曼·斯塔罗沃伊特的死因正在确认中，目前主要推测是自我了断。斯塔罗沃伊特上任仅1年，当天早些时候被普京免职，且没有任何解释。而在斯塔罗沃伊特被解职后，俄罗斯迅速进行了政治改组，普京任命交通部副部长安德烈·米季京为代理部长。对此，自由欧洲电台报道称，尽管俄罗斯官员尚未将塔斯罗沃伊特的解职与航空危机联系起来，但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在军事和后勤挑战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这很可能是俄官方寻找的替罪羊。当地包括《生意人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则报道称，斯塔罗沃伊特的死因可能是其担任库尔斯克州州长期间大规模欺诈行为受到调查而畏罪查账。报道称，他的前副手作证称，斯塔罗沃伊特涉嫌挪用至少10亿卢布用于乌克兰边境防御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情况究竟如何，火力军将持续关注。在乌军打击的同时，俄军空袭也在持续。如7月7日，俄军就对乌克兰发动了空袭。乌克兰空军称，他们击落了101架来袭俄军无人机中的75架，并摧毁了4枚导弹。然而，俄军无人机依然破坏了基辅、敖德萨等地的基础设施，造成至少3人死亡，89人受伤。为此，乌克兰及其盟友正积极采取新方法来应对俄军空袭。泽连斯基于晚间讲话中表示，在最新防御行动中，乌克兰已与一家美国公司和包括丹麦和瑞典在内的欧洲盟友达成单独协议，以共同生产无人机。据悉，其目标是在今年内生产数十万架包含侦察与攻击用途的无人机，而这将使乌军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目标，包括国防工业资产、空军基地和炼油厂。
与此同时，乌克兰还启动了旨在简化和加速乌军武器采购的 DOT Chain Defense 数字系统，它能将使前线部队直接订购无人机和电子战工具，大大缩短武器的交付时间。初步阶段将在10个旅进行试点，前线乌军的装备补充将更加有效率。对此，美国《星条旗报》7月报道称，在人力与武器装备有限的情况下，乌军更加仰赖无人机填补防御缺口。尽管俄军持续在东部与东北部展开攻势，但分析人士认为乌军整体前线尚能维持稳定。再者，乌克兰官员表示，其正在招募民间飞行员，并搭配民用螺旋桨飞机、直升机，组建志愿防空部队，以加强对俄军无人机的防御能力。防卫部落报道称，这些民间防空团体是在社区职工队框架下定期的组织，将成为乌克兰领空保护策略的新队伍。乌克兰国家航空总局副局长亚库本科在最近一次采访中表示，招募的航空人员需要通过体检并获得专业资格，通过后他们将参与培训。当加入防空任务时，可获得与军人相似的战斗补给，而每位参加战斗的飞行员也将收获10万格里夫纳的战斗奖励，奖励金与每月参加战斗的次数成正比。此外，在盘外招上面，特朗普又站出来暗示，由于莫斯科继续拒绝他的停火推动，可能会对莫斯科实施额外制裁。同时，泽连斯基在与特朗普通话后进行了高度赞扬，称这是他与美国领导人进行的最富有成效的通话，但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谈是否取得了具体成果。前线方向，乌克兰空军展开密集行动，俄军从苏美前线溃逃。据开源情报报道，乌克兰天空再度出现2架 F-16组成的战机编队，赶赴前线作战。现在具体的位置还在确认中，但这已经是近来第2次双 F-16编队出击，再次凸显了乌克兰空军的打击频率。话音未落，乌军的一架米格29再次闯入俄罗斯境内，在库尔斯克的德罗尼夫卡一带使用 AASM 锤子炸弹打击了俄军的一个后方指挥部。从披露的现场画面看，俄军指挥中心在轰炸中被毁，如今米格29搭载锤子炸弹几乎成了标配。这款法国研发的制导炸弹在俄乌前线被证明了效果。截至2025年6月，法国已拨出近40亿欧元的武器采购订单，其中就包括提供给乌克兰的 AASM 炸弹。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推出了海马斯系统的竞争对手 Ford 高精度多管火箭炮，而它的射程超过了1000公里。或许法国会为了检验这款武器的有效性，将其援助给乌克兰。届时其效能一旦被验证，乌克兰脱离对美依赖就又进一步。地面战斗中，乌军一个机步旅和2个加强摩步排配合哥伦比亚雇佣兵营，突破了俄军苏贾西南方向的辛普特村防线，向前推进了3.6公里左右，先控制了多个定居点。紧接着，乌军又利用附近林带做掩护，伏击了前来增援的俄军，并切断了辛普特铁路补给线。目前，俄军动用战机向这里投掷了18枚滑翔炸弹，掩护步兵进行反扑，双方正在激烈交火。苏梅方向，乌军持续发起有效反攻。最新消息显示，俄军由于遭受重大损失，已经开始从几个占领的苏梅村庄撤退，其中包括金德拉蒂夫卡、奥列克西耶夫卡等地。乌军目前已重新控制了这些区域，这标志着苏梅的局势得到稳固。乌军的反攻成功收复了失地，详细的战况有待后续进一步确认和披露。当然，苏梅至库尔斯克一线战斗，乌军还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有迹象表示俄军有朝此地增兵的迹象。从前方流出的视频看，至少有20辆满载俄军的卡车正在增援苏美。红军村方向，战争研究所地图显示，俄军在过去48小时里凭借人数优势攻占了东北方向的舍普琴科佩尔舍村、科普蒂耶夫村，目前正在马利尼夫卡村与乌军战斗。可以说，当前的红军村战场环境十分恶劣。从地图上看，俄军明显是想两翼突破，实现对波克罗夫斯克合围，迫使乌军放弃该城。但相关军事专家评估称，俄军虽然战术运用正确，但以当下的11.1万兵力还远远不够实现该目标，至少还需要投入20万大军才可以。而俄方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点。据俄军事频道报道称，俄军已计划征集20万辆摩托车，用以撕开乌军的防线。对此，俄国防部给出的理由是，乌军不爱修防线，在该地区的防御是由各战术支撑点构成的点防御，防线上漏洞很多，加上乌军前线步兵不够多，也没有大面积布设反步兵地雷，防区间漏洞主要依靠无人机弥补。俄军可利用摩托车的速度和数量优势，冲破乌军无人机封锁，多点突破，让乌炮兵忙不过来。面对俄军的摩托车数量优势，乌军该如何破解？相信接下来的战场会给出答案。战线往南移动，乌军还在第聂伯罗发动了反攻。
地点则集中在达赫涅一带。据悉，乌军第327旅成功在此地的西部升起了旗帜，并开始打扫战场，清除俄军的掩体，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控制了这里。而稍早时候，俄方同样高调宣布进入了第聂伯罗，并将其描述成首次攻入乌克兰的中部城市。但如今看来，乌军又在扯谎。乌克兰情报显示，俄军并没有在这里取得多大的突破，攻势也渐渐减弱。赫尔松战场，乌军则动用新型的轰炸无人机空袭了俄军的阵地。流出现场画面显示，乌军无人机对俄军的阵地进行了有效的轰炸，可以看到有数个爆炸点形成。值得注意的是，俄频道消息称，俄军从克里米亚向敖德萨发射一枚针数弹道导弹，结果发射再次失败，导弹飞行一半后坠入大海。这难道就是俄罗斯的神器？故障率太高了吧？发射失败有6、7次了吧？当初是谁说有了它将一举击败乌克兰的？战场之外，有尚未证实的消息称，阿塞拜疆已派出雇佣兵进入乌克兰对俄作战。如果该消息得到证实，那阿塞拜疆将成为俄乌战争3年多以来第一个公开宣布向乌克兰派遣雇佣兵对俄作战国家，也标志着阿塞拜疆与俄罗斯的彻底决裂。而且这个头一开，相信波罗的海3国、北欧5国以及德国等入场也不远了。目前欧洲国家的行动都是以加强俄罗斯领国的军事力量或部署军队来进行对抗。如英国其国防大臣希利表示，已在爱沙尼亚部署了大约1000名士兵，并与爱沙尼亚军队制定了威慑、防御和演习的综合计划。他强调，任何回应都将是集体的，我们不会仅是作为英国做出回应，我们将作为拥有32个成员国的北约联盟的一部分做出回应。英国国防副参谋长沙朗·内史密斯也坦率地承认，我们会第一个说我们准备好战斗了。不得不说，随着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及土耳其3方签订赞格祖尔走廊协议后，已经有了与俄罗斯对抗的底气，也对俄罗斯形成了实质性的威胁，这让普京坐不住了，开始展示俄军虚弱的肌肉。综合镜报、法新社、基辅独立报等媒体报道，俄罗斯正在向亚美尼亚地区增兵，以应对可能发生在该地区的重大变故。与此同时，美国军事侦察卫星索眼12也监测到俄军士兵和装备正不断涌向亚美尼亚的9里姆军事基地。从公布的动态轨迹，这些俄军士兵和装备部分来自克里米亚地区俄第14军，另一部分来自本土罗斯托夫的俄第8集团军和第58集团军291近卫独立炮兵旅。此外，俄方还开始在其控制的北高加索地区大量招募军事志愿者来加强武装力量。有意思的是，面对俄军的突然调动，被拿来做跳板的亚美尼亚却在第一时间进行否认，甚至口吻格外强硬，称绝不允许任何第3国从本国领土发动攻击。翻译一下就是别把我当作炮灰战场，我不想卷入。亚美尼亚为什么反应这么快呢？很简单，因为这个消息一旦坐实，那它将再次成为地缘博弈的牺牲品。他不是不怕俄罗斯，而是他更怕重新被阿塞拜疆教育一遍。当初的纳卡战争，亚美尼亚以为抱住俄罗斯的大腿就能稳住局势，结果被土耳其和阿塞拜疆上了一场生动的教育课。亚美尼亚一夜丢掉了多年苦心经营的纳卡控制权，战后只能签字停火，被迫割地认输。那一仗，亚美尼亚军政体系震荡至今，几乎没缓过气。现在欧洲和乌克兰一放话，说俄罗斯要在高加索搞事，亚美尼亚立刻高调澄清，其实不是替俄罗斯洗地，而是对外摆明态度，别动我，我不想掺和。说到底，这是夹在俄罗斯和欧洲2个庞然巨物面前做出的本能反应。假如俄罗斯一定要发起新一轮特别军事行动，那已形成同盟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扛得住俄军打击吗？火力军认为扛得住，而且如今的俄罗斯不一定有胆量打。先说军事力量，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2国总人口1400万左右，阿塞拜疆现役部队6.6万人，一级预备役30万人，亚美尼亚现役兵力5.1万人，一级预备役22万人。若战争爆发，2国可投入66万人。陆军方面，阿塞拜疆拥有470辆 T90S 和 T72MB1 主战坦克，亚美尼亚101辆，2国还装备有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空军上，阿塞拜疆有13架米格29、11架苏25以及5架米格21，亚美尼亚空军较弱，仅20架左右的苏25，但2国加起来也是有一定空战实力的。更何况，阿塞拜疆已在土耳其和以色列的支持下建立起了完整的无人机作战体系。正因为如此，无论俄罗斯想揍亚美尼亚还是阿塞拜疆，没有30万以上军队很难做到。若要同时击败能够投入66万军队的2国，没有70万以上军队几乎不可能。因为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如今的背后有土耳其。
反观俄军深陷乌克兰战争泥潭，兵力十分紧张，别说30万兵力，就算是10万人也拿不出，否则不会3次向朝鲜借兵。目前在苏梅边境作战的5万俄军，几乎是俄军能动用的全部机动兵力，根本没有力量开辟2线战场。而莫斯科搞出上述那么大动静，虚张声势的成分更大，其最多能调2-3万俄军，加上亚美尼亚军事基地的2000俄军，是无法打败亚美尼亚或阿塞拜疆任何一国的，无非是以军事存在的方式进行军事威慑，警告昔日的2个小弟别太过分了。在俄乌战场高加索地区之外，中东地区又燃起了战火。据美联社报道，悬挂利比利亚国旗的希腊籍散装货轮 Magic 6号于6日在红海海域遭无人艇等装备袭击，导致船员弃船逃生。虽然尚无任何团体承认发动这起袭击事件，但遇袭状况与胡塞武装袭击手法一致。这是今年4月中旬以来再度有航经红海的船只遭受袭击。随后，以色列国防军7日凌晨对也门胡塞武装根据地发起了代号黑旗行动的军事打击行动。据悉，以色列空军出动15架 F-15，奔袭2000余公里，杀向了胡塞武装盘踞的南也门，并对其经济大本营荷台达港、拉斯伊萨港、萨利夫港以及拉斯哈提布发电站等地区和设施展开猛烈轰炸。据统计，空袭过程中，以色列空军共投下60枚精确制导航弹，胡塞武装控制的战略设施损失惨重。以空军甚至还炸毁了2023年被胡塞武装劫持的银河领袖号货船，理由是这艘船被胡塞武装安装了雷达，用于追踪其他国家的船只。以色列此次打击胡塞武装的目的，依然是消除其对红海航运的威胁。对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表示，胡塞武装将与德黑兰一样难逃厄运。他要求当地也门人尽快撤离，称以色列空军将很快对这些地方发起更大规模空袭。如此看来，未来几天以色列还会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起持续空袭。据韩国时报报道，上周五韩国国会批准的补充预算案中，增购36架 H-64E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计划可能被取消，反映出重型武装直升机在现代战场上生存能力和性价比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根据韩国国会通过的补充预算案，用于第2阶段重型攻击机采购项目的初期合同款项，已从原计划的100亿韩元骤降至仅3亿韩元。对于一个价值22亿美元的订单来说，这基本上等于给这次采购判了死刑。从表面上看，此次采购的取消很大程度上是成本原因。有韩国议员指出，这次采购案第2阶段的单机采购成本已从第1阶段的441亿韩元飙升至773亿韩元。而至于说韩国放弃阿帕奇的深层原因，想必大家也很清楚，那就是俄乌战场的经验表明，像阿帕奇这样的重型武装直升机，不但在无人机攻击面前显得十分脆弱，而且作为坦克杀手来说，性价比也远不如低成本的无人机。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目前看来韩国阿帕奇采购案前景迷茫，但考虑到美国持续要求其盟友增加防务开支，并希望韩国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作用，这项采购案未来被复活也并非没有可能。